那1宪判6是来计残留标准的权限争议。权限争议是谁跟谁的权限争议？地方跟中央嘛。地方跟中央权限争议，这时候会考出哪一题？大家如果读者有之前有念过释字，或者是有看过这本书的话，大家就会知道嘛。释字738，释字738是在讲什么？我们等一下会讲，但这边我希望可以先跟大家做一点前情提要。释字738在讲中央就电子游艺场，它已经订定了一个距离，它必须距离文教场所特定距离以上。这个时候，地方能不能再去做更严格的限制？也就是说，假设中央规定你电子游艺场你要开设，我可以准许你开设，但你要距离学校补习班、距离幼稚园、大学200公尺以上。那这时候，假设台中市政府觉得，我们是文教之都，我们不要再当庆忌之都。这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去用自治条例规定说，文教业你要申请，可以，你要符合中央200公尺以上，但我台中市特别规定你要距离1000公尺以上，也就是1公里。释字738它的论理是说可以，这个东西是地方有权去立法，那也有权去执行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释字738的结论就因为当时莱猪要不要进口这件事情，立法院吵得很凶，大家就支持莱猪进口的人就说没有释字738那个东西是不会动的，电子游艺场不会跑来跑去嘛。可是莱猪，猪本身不会跑来跑去，可是猪做成的产品，莱猪做成的产品它会跑来跑去嘛，所以两个没有比较性。可是反对莱猪进口的人就说不是啊，你中央已经做了一个限制嘛，738有说只要我们地方有权，我们也可以做限制，我们也可以立法。这种时候，我们宪判6就出来了。来，第一个很重要，审查标的。审查标的就是你有一个目标，那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那最后两个人去找大法官，大法官去针对这个东西针对这个标的去把它做出一个解释，这叫审查标的。那宪判第6号，他说中央订定进口肉品以及其产品，前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安全容许量标准。安全容许量标准，大家记得这个安全容许量标准是不是会去侵害地方自治的立法权限？好，简单讲，中央立法跟地方立法会不会因为中央立法了，导致说地方不能立法？这叫侵害地方自治立法权限。好，那具体一点讲，就是中央我规定了我新增立法了一个新的规定，地方你就不能再插手，你只能执行这个规定。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下，那可能会去侵害地方自治的立法权。先辈知识，大家如果有去看738，其实就会知道说，738这个东西，它是你前面一定要先知道地方制度法的规定。所以我们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地方制度法的部分。地方制度法第30条第1项，它有说自治条例，就是大家如果对自治条例、自治规则，然后那些法规界很模糊的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宪法这个总论。那我们这边就简单说一下，自治条例它是中央法规标准法，条例是法律位阶嘛。那自治，所以它自治团体嘛，所以比如说县，我们讲的县好了，县的法律，所以是县的谁通过的？议会嘛。
县议会通过法律跟宪法法律，这里的法律是谁？中央，也就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嘛。县议会通过的法律跟立法院通过的法律，如果县通过法律抵触了立法院通过法律，或者是相关的法规有抵触的话，无效，效果是无效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县通过了一个法律，它的不管是构成要件还是效果也好，跟中央通过法律是抵触的，那这时候它的效果是无效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相关法令，县通过这个法律，它要送中央备查嘛，才不会，因为中央有一天它会成为什么？诉愿机关，诉愿管辖机关，所以你地方假设用自己通过的法律去惩罚某一个行为人，行为人不服，行为人跑去告，跑去诉愿，跑去上级机关诉愿，到时候诉愿机关说哈，两手一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法律，所以我们现在制度上，县议会通过法律都会送到中央去备查。那送中央备查的时候，行政院他就会去审查，有没有违反？有违反就会函告无效。在这函告无效的情况下，中央行政院或者是相关的部会就会下一通公文说，某某贵府因为贵会因为是县议会嘛，贵会所通过某某法律，然后违反中央哪一条法律，所以函告无效。好，就是在这里第一项，这是第一项第一项跟第二项发生无效、抵触无效的话，分别由行政院各该主管机关，就是各部会或县府函告无效。所以当他们中央机关或者是上级机关去函告无效的时候，这时候冲突出现了嘛？我们刚刚说冲突在哪里？中央立法跟地方立法，它冲突出现了。冲突出现之后，地方觉得不对啊，我应该可以立法啊，我有道理啊，我是在保护人民，地方会不服啊。地方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嘛，我下一届还要出来选，这是很现实的原因。我下一届还要出来选，我必须做给大家看。所以在这时候，地方会不服，中央会说：“那你去告我啊，去哪里告？”很简单，宪法法庭嘛。